10种越临期越好吃的食物，超市老板绝不告诉你，第一种90%的人抢着多花钱。口感的最佳熟成期、风味的黄金转化点，以及商家为了清库存而给出的骨折价，都为你敞开了一扇薅羊毛的天堂之门。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越临期越好吃的食物，来一场超市逆向思维的购物革命。第10名，南瓜和红薯。一个被老菜农们珍视的秘密，像南瓜和红薯这类富含淀粉的蔬菜，它们有一个神奇的后熟过程，也叫糖化。刚摘下来的南瓜和红薯，体内的淀粉含量很高，但甜度并没有达到巅峰。当你在干燥、通风、阴凉的环境下，把它摆放上1-2周，甚至1个月后，它内部沉睡的贝塔淀粉酶就会被唤醒。这个酶就像一个勤劳的糖分制造工，它会不知疲倦的将红薯内部那些没有味道的淀粉长链一点一点的剪断，把它们转化成带有甜味的麦芽糖。第9名，鸡蛋。很多人买鸡蛋，总喜欢伸手到货架最里面拿生产日期最近的。你知道吗？对于做溏心蛋和水煮蛋来说，稍微放了1-2周的鸡蛋比最新鲜的鸡蛋要好包100倍。这是因为新鲜的鸡蛋内部的系带和蛋壳膜与蛋清结合得非常紧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鸡蛋会通过蛋壳上的气孔排出微量的2氧化碳，使其内部的 pH 值略微升高，这会让蛋壳膜更容易与蛋清分离。第8名，三文鱼等刺身鱼生。超市里那些当天必须售完的打折的刺身级三文鱼，你以为有风险？其实你可能捡到了宝。日本的寿司师傅都知道，顶级的鱼生并不是越新鲜越好。刚宰杀的鱼肉质僵硬，它也需要经过数小时甚至1整天的低温熟成，让蛋白质在酶的作用下分解产生更多的纤维物质，如谷氨酸等，口感才会变得更软糯，风味更浓郁。第7名，老抽。陈年的酱油，特别是那些颜色更深的老抽，往往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发酵、熟成和更浓郁的风味。酱油的鲜味来自于大豆和小麦的蛋白在曲霉菌作用下分解成的氨基酸，时间越长，分解越充分，鲜味就越霸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类黑精的褐色物质，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第6名，肉类。那些当天必须卖完，开始贴上7折、5折标签的冷藏鲜肉，你以为不新鲜了？你可能买到了刚刚完成排酸的口感最佳的肉。动物在宰杀后会经历一个湿僵期，此时的肉是最硬的，它需要经过0至4摄氏度的排酸熟成过程，让自身的酶去分解肌纤维，肉才会变得软嫩多汁。超市里当天上架的临期肉，恰恰是完美度过了这个排酸期的肉，买回家立刻烹饪，口感一流。第5名，传统板豆腐。很多人买豆腐喜欢挑那种看起来水水嫩嫩、刚出厂的，但真正的大厨知道，对于做煎、炸这类菜来说，稍微老一点的豆腐才是极品。豆腐在放了1-2天后，会自然地吸出一部分多余的水分，这样的豆腐内部结构更紧密，韧性更强，你再拿它去煎或炸就不容易碎，而且更容易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而且水分减少意味着风味物质的浓度相对提高，豆香味会更醇厚、更突出。第4名，风干咸鱼。在制作这种咸鱼时，盐的用量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刚好在抑制有害菌的同时，允许与体内特定的蛋白酶保持微弱的活性。在接下来数月的陈化和风干过程中，这些被保留下来的酶会像无数个微小的风味工程师，缓慢地酶解鱼肉中的蛋白质，将其分解成带来极致鲜味的谷氨酸和肌苷酸。那些离最佳赏味期更近的制作精良的顶级咸鱼，往往意味着它内部的纤维物质积累已经达到了巅峰。第3名，酿造陈醋。陈醋在漫长的3年、5年甚至10年以上的陈放岁月里，醋体内的醇类和醋酸会发生极其缓慢而美妙的酯化反应，生成大量带有复合花果香气的乙酸乙酯等物质。它的酸味不再尖锐刺喉，而是变得极其柔和、醇厚、回甘，香气也极其复杂、浓郁。在醋的江湖里，年份就是唯一的身份证。但是，用丁乙酸勾兑的工业醋酸水除外。第2名，泡菜酸菜。传统的自然发酵的泡菜是一个活的生态系统。刚做好的泡菜味道可能还很生，乳酸菌和风味物质还没有完全施展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发酵会越来越充分，酸、甜、咸、鲜等各种风味会达到一个最和谐、最平衡的完美状态。临期对它来说不是衰老，
是成熟。第1名，酸奶。我们喝酸奶是为了什么？第一，补钙；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获得活的益生菌。而酸奶从它出厂的那一刻起，里面那数以亿计的益生菌就在进行一场缓慢的战争。它们在低温的货架上依然在缓慢地持续的发酵。在保质期的中后段，只要储存得当，酸奶中的益生菌经过了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和缓慢繁殖，其活菌数量可能正处在一个最高峰的时期。更长时间的发酵意味着牛奶中的乳糖被分解得更彻底，对乳糖不耐受者更友好，蛋白质也被部分水解成了更容易吸收的肽和氨基酸。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让你对买菜这件事有了全新的认识，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同样会过日子的朋友。感谢您的观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